好，郭志辉经济部长，一直被认为说他是要改组的危险名单。其实郭志辉当时任命他的时候还是个亮点呢，对，还觉得不错啊，业界来啊，而且他那时候也支持核电啊。就是一旦当了官以后就不敢讲了哦。然后呢，不过他这话讲的还不错了。他说我来是偶然，去是必然，这话讲的不错哦。像徐志摩讲的，我悄悄的来，我悄悄的走，正如我悄悄的来，还蛮有一点诗意啊。来是偶然，对的，他可能也没想到他会当经济部长。不过他可能也想到了，因为他跟赖清德是那个读书会，就读书会赖清德你讲哎，你们跟我一起来研读啊，将来要靠你们啊等等，所以有可能了哈，讲一些这个鼓励他们的话哈。那另外呢，林岱樺哦现在很猛哦，他就说呢，在咨询的时候说呢，你不要再拉垮卓内阁的民调了 ，respect 哦。不过问题是没有他的卓内阁民调就会高吗？我也很怀疑，不是只有他一个对哦。那另外呢，这个河山敦亲睦邻，因为郭志伟曾经说台这个恒春如果不给他们敦亲睦邻会，你看他们还支不支持河山？这话讲的真的是不对啊！我真的讲的是不对。我再讲一次啊，当时这个制度是我当时鼓吹的啦。我当立委的时候鼓吹哈，因为当时不是只有核电厂，一般的发电厂人家也反对啊，我们垃圾掩埋场也反对啊，焚化炉也反对啊。那时候我就问说，日本、欧洲的时候不会反，他们也反对啊。但是就要，因为他这边盖一个公共设施，这个嫌恶设施了哈，那地价就可能受到影响嘛。但是谁要在？那所以你要政府给他一些补助是公平而已，并不是对他有什么恩惠啊，只是让他损害小一点。这本来就应该这样做嘛，对不对？后来慢慢引进的时候，而且这个法律是经济部主管的法律里面有的哦，所以现在你郭志辉讲的话就没有什么道理了哈。他说他现在讲说我没有反对，只是讨论民调被歪楼了。所以因为呢有这个，所以民调的时候大家支持这个河山研议的，因为恒春那边的居民也支持嘛哈。他到底如果今天核山呢真的有危险，真的有辐射，你给他多少钱他也不会要啊。只是因为他这几十年，他40年，他觉得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嘛。哦，开始的时候还有说什么珊瑚白化，我还记得，后来慢慢也这个问题大概也慢慢也解决了啊。那所以呢，在那种当地的居民觉得，我觉得安全也没问题，甚至可能好不好增加一些就业率，因为他总是要用一些人嘛，当地人嘛。那又有一些这个公共设施的补助，那钱不是给他们个人的，没有他最多只有是电费可以减免，他们的用电可以减免。哦，因为我怎么知道呢？有一阵子我在万里那边买了一个房子，金山万里。核二厂那边，我主要为了翡翠湾的海景太美了，一去看就被迷住了。买了以后1年也没去2、3次啊，哦，所以我户籍就没迁过去了。后来他们就问我说：“哎，这个电费可以减免？”我说：“因为我没有户籍没有说，我电费还是照交。”哦，所以并没有减免，所以我知道电费可以减免啊，但是并没有发钱给他们，只是他们睦邻可能当地的建设啦、各方面啦，也许或者办一些活动，也许有一些优惠了哈。所以呢，我觉得是郭志辉现在说我不反对给敦亲睦邻费啊，只是民调一直受到影响啊等等哈。那另外呢，这个好吧，我们先看看郭志辉。您自己在这个内阁当中的角色，其实你应该是要自己重新评估。希望你不要再拉垮卓内阁的整个的民调。北自家立委当面点名拉垮内阁民调，只见经济部长郭志辉露出一抹神秘微笑。危机的时候才可以看出一个领导人的一个特质跟能力啦，是不是适合做决策者？实在是有够尴尬。但民党立委林岱樺之所以说出如此重话权益，当他问到汰换水管计划，郭志辉通通丢给自来水公司回答。那我是不是请自来水公司跟你报告一下？你让水公司来回答我政府的水韧性，部长你有没有搞错啊？没做就没想到，就说没想到。跟委员抱歉水的部分我不是专家。在726大败之后，传出内阁改组可能在823后进行，其中郭志辉更因关税与失业争议屡遭绿营自家人批评，就怕是最后一次的立院备询，在党立委特别给他时间说明。这段时间在传你的去留的那个。赖总统或者是卓院长没有跟你聊到这个事情。我的去留，我想这个不是我可以决定了，来是偶然，去是必然。我一天当做2天在努力，所以我每天做的工作的时间其实超过8个小时。8小时，我一听下一条，我以为他一天做16个小时，只休息8小时，他一天我超过8小时，好吧？这个佩祥，其实我一直不能够理解为什么郭志辉郭董。他不去参加这一次的台美的关税谈判，因为老实说，我们现在遇到这个
关税贸易战。严格讲起来，分成六个部分，而6个部分里面至少有4个是跟经济部有关的。第一个就是有关所谓的 general tariff， 就是所谓的通用关税，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20+N。可是有另外一块就是232条款。我得到的消息是说，232条款才能真正决定台湾的半导体输入美国的趴数，而真正的谈判，如果真的要把它整个 tariff 的 rate 把它 settle down 的话，把整个通用关税把它全部给定下来的话，一定要等到232条款，也就是这个半导体的加息成这一个趴数决定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把我们属于台湾的通用关税把它固定下来。而232条款里面，我记得没有错啊，崇越好像是做半导体起家的，理论上来讲，它跟这个应该会有些关系。如果他去美国谈判，或许会有些帮助。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其他2个，也就是说，一个是我们如果说我们要让美国让步，那我们要让美国哪些产品零关税进台湾？那这一点有很多时候是经济部应该来决定的，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经济部这边主动来说明说它是让汽车还是海产还是稻米，这方面它完全没有说明，它只是说我们现在正在了解中。那最现实的一块就是说，有一块叫做 FDI， 也就是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直接对外国投资到美国的钱，有一说是主权基金，有一说是直接买美国的长期债券，然后等于将近0%的利率，长为30年还是50年，这种种的因素里面，当然后面还有2个，一个是所谓的军购，另外一个是所谓直接的政治的影响力。这6个是我们整个关税战里面我们整理出来，像以其他国家为例，我们所整理出来我们应该去注意到的地方。因为台湾的所有关税谈判全部都是隐秘，都是 classified， 所以我们只能看到我们只能看美国对日本、美国对新加坡、美国对韩国、美国对印度他们怎么去处理的时候，然后我们把这面向全部抓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是一个黑箱？因为有6个方向，而6个面向都是需要很复杂的谈判，而这6个面向里面至少4个面向都是经济部长该谈的，但是经济部长什么都没讲，只好像一副说好官我自为之，其他什么都没事。所以我会他可能真的也不知道。可是老实讲，他不应该不知道，他是产业界过来的，而且杨珍妮甚至刚刚讲台积电说，我们现在才收到这个消息，表示说他可能之前听到什么风声。以郭智辉目前这1年半我们在咨询他来讲，他如果什么都不知道，他就说没有这个事，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很激动。可是他知道什么东西，但是宝宝知道，宝宝不能说，他就讲说其实这个我们还在研议当中。你看他的表现其实很明显的。没有，我跟你讲，我觉得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我也所以说呢，他后来之所以要这样改变，是因为他被发现说，大家发现我不知道，我要假装知道，也有可能，所以我只好假装知道，一定是这样的。可是严格讲，他对于这个太尴尬了吧？可是就是我觉得因为呢，我觉得内阁呢就是发现他就是个大嘴巴，所以呢什么都不让他知道。而且呢，我觉得他的能力呢差到一种地步了，因为本来在谈判小组里面就没有经济部长，可是问题是经济部长呢搞到呢什么都不知道，市长在里面，对，搞到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太无能了。我必须要说，我们其实，在郭智慧刚刚上台的时候，跟他质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有个很大的问题。刚刚诚如佩祥所提到的，232条款才是这次重中之重，因为我们不管半导体或我们的 ICT， 大概有85%都是输美的，这才是对我们影响最大，整个科技产业影响最大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背后到底是什么。那郭智慧我们在质询的时候，光是台积电，他去那边宣布1650亿进去的时候，第2天我们就是在质询他问他，他马上告诉你，这要经过我们投审会，我就几乎跟他对赌，投审会我保证你台积电宣布之后，你投审会是不是99%一定会同意？他不敢说任何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他从以前到现在，我想民进党政府大概在很早时间就发现他不如大家所预期的，大家比较印象深刻的只是他说他要用核电，然后被骂了之后呢，他几乎就已经不再发生了，连柯建铭记者要访问郭智慧，柯建铭就叫他自己先进去，我来帮他回答，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所以他今天真的从上台到下台，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一个能够把崇越他们基本上还是一个赚钱，不管他是如何，他还是赚钱的一个所谓的上市上柜的一个
那个总裁，然后大家也是涵盖了这么大，而且刚开始说实在的还没有变坏，头还没有变坏之前，也讲了核电谈到产业的发展，哪里知道说到现在为止，要下台之后还是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我觉得这倒是来说，难怪林岱樺，难怪他们其他几个立委都已经开始要炮轰了。只是我觉得郭智慧这样的表现，你再看看前面的王北樺，他有比较更专业吗？也没有啊。所以说呢，民进党对于所谓专业人士，特别对经济部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面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大家只要我只要再讲一个，你知不知道还有一次我们跟那个美国在做对话的时候，台下的没有经济部长，都是我们国安局长都在里面的，反而没有经济部的相关官员，所以我不晓得这样的一个谈判。到底是真的是把我们经济的专业到底放哪里？我觉得这才是整个内阁最需要去讨论的啦。老实讲，以经贸谈判来讲，经济部长不在，这是很奇特的状况。而且最现实就是说，因为谈判的时候是一边对一边，我们谈经济就谈经济，我们谈军事就谈军事，我们谈政治影响度，政治犯谈政治犯，不应该这样乱去刷来刷去，刷来说去。可是很尴尬的是说，我们最需要谈经济的时候，我们指派的经济部长郭董。并不是郭董，而是一个不是郭台铭，是郭智辉。那变成是说，我们去跟他谈的时候，就变得很落差。变成说，一个国际观好像也怪怪的，一个产业观也怪怪的。变成说，什么都不行的人，最后面不能当，最后面居然是在这边套位数摊了18个月。所以这才差不多18个月，这才是我们觉得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官场现行记里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一个不适任的人来做，或者说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本来是适任的人变在位置上变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们很值得探讨的地方。由此可见，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其实并没有把台湾的经济产业是放在第一位的，它的整个的对美国的关系各方面都还是以国防啊、国安啊用这个角度去谈，对，所以它并不是真的念兹在兹，是关注台湾的经济发展。好不好？洪胜汉说，他被点名是赖清德人嘛，所以很稳。他说，政务官去留由长官决定，错。政务官去留，长官固然可以决定，你自己也可以决定。对，为什么一定要做啊？当我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时候，我就不做；当我的政策不能被你内阁采纳的时候，我就可以不做。所以说，一定要长官决定，什么都听长官的。政务官是这样干的吗？休息再回来。好吧，临日攻击，导演呢说拿了劳动部补助2872万，当然这个导演拿这个钱不是为了临日攻击，为了他替劳动部好像做了3个影片了哈。对。那所以呢，国民党说他是拿纳税人的钱养绿油油。那临日攻击，因为文化部有给他投资啊，什么有7000多万啊，那2回事情哈。但是呢，因为劳动部的这个补助2870万被审计部打脸，对，监察院审计部哈。那审计部是说，这我怎么报呢？我没有办法核啊。第一个是开口合约，开口合约就有点奇怪啊，为什么要开口合约呢？而且好像他们是说开口合约说要当时是要做35部还是30部，就只做了1部还2部3部，大概最多3部吧。哦，然后呢，这怎么核呢？哦，那就不能核，那不能核就要把这个钱追回来才可以啊。照理讲，应该有这样的这个约，应该这样签呢。哦，所以呢，审计部说是我很难验核履约，我怎么核？没办法核啊。哦。而且为什么用就业安定基金去做这个事情？当然，他宣导是跟就业有关了哈。但是点赞数也很少，这种我们给大家看都没有点赞多少。我一篇脸书比他们3个加起来点赞数都多啊。哦，所以呢，这个国民党这个徐宇珍委员就说，那洪胜汉，你劳动部长是不是要把这款项追回来嘛？对，你的劳动基金、劳动安定基金是他们雇什么外劳啊，什么都要交这个钱的。为什么就希望说会不会影响到本劳就业的这些权益？哦，所以这时候呢，如果有影响到，要来补助这些补助本劳的。哦，不是说让你这样去乱花的嘛。那这个洪胜汉就说，他本来昨天还讲，他说呢，我们不能跟当事人要钱，我们明年要编公务预算呢来补。你怎么用公务税来补这东西，不是很奇怪吗？哦，他今天又说呢，说有更好的做法，就是检调已经立案调查了，所以让检调调查再说吧。哦，所以你怎么可以有开口合约呢？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所以今天这个联合报的冷眼旁观才说，
劳动部这是劳动的小金库哎，你想给谁就给谁。现在很多部会都有那种特别的这个基金，那个基金，那个首长好像又可以回避立法院的监督哦，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那真的可以这样吗？这还是民脂民膏哎，还是一般人虽然不是纳税钱，它也是一种费，也是一种规费，它非要交不可。我们看一下，你没有，但你知道吗？我现在手上没有这资料，那你们知道吗？你们有去调查吗？先不要用说在检调那里，因为看起来你们也搞不清楚状况哦。这个要做惩处啊，或是内部要去做检讨，那到底是谁？你们知道吗？不知道的话怎么惩处？怎么去做？痛批劳动部搞不清楚状况，问 A 答 B， 因为国民党爆料，零日攻击导演罗景仁团队不止3年内获得近3000万的救案基金补助拍片，其中1069万的开口契约，核销过程中甚至被审计部认定难以验核履约，结果让蓝营质疑合约核销涉弊。为什么连续3年度还可以拿到开口契约？然后我想，就我所知，因为当时不是我主政，35试那个试并不是指一试就是一部影片，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看很多的开口契约，并不是那是多少？是代表的是一个计价单位。那是多少？一个计价单位大概是19万多吧。那还有其他的没宣誓用开口契约的吗？今年是没有了。但前一天卓荣泰院长说会依法彻查，那到底调查进度到哪？哪些人当时是让他这样子可以轻易的过关的？另外，你的检讨要不要移送检调？的确，针对救案基金致用的这个问题，检调是已经有立案在调查。有包括这个部分吗？就是2800万，就是这整个部分。洪胜汉亲上火线，但面对媒体追问，还是快步离开。开口契约，它在程序的执行面上，我的确认为是可以有更好的做法。我们就先把114年政策宣导的开口契约的标案先停下来检讨。今是要用公务预算去填吗？这5000多万。眼看政院将拍板明年度总预算，劳动部后续处置态度也将牵动在野是否会删减预算。来了，这个佑成来讲。好，其实看刚刚洪胜汉的表情哦，跟他的态度，就可以发现说还在扯谎。为什么要这样讲？其实就业安全基金这个事情，安定基金其实不是今天才提出来，也不是只有今天国民党委员在立法院提出来。在去年的年底，洪胜汉就已经在立法院的备询就已经告诉蓝白的立委，他认为可以检讨、可以送检调、可以查。那怎么到今天，刚刚委员问起来呢？他还是一问三不知的脸，看起来非常的怪。那刚刚赵大哥讲到哈，我们见微知著，我们从台北市议会在议会审定，像我跟亮君虽然党派不同，但我们在委员会里面审定相关的基金，其实我们都是锱铢必较，因为基金是算是每一个单位自己在中华民国现有体制度下比较好运用的，但不是不能受到议会监督哦。所以包括我们对于青年的就业或者失业人口的补助，其实我们都很严格。但是这个就业安全基金，它一直以来都为人诟病的事情是，它拿去当了许多不好的素材，包括刚刚赵大哥讲的，花了1000多万去拍的影片，然后是给自己人拍，然后那个点赞数是奇惨无比。这个不是说什么小金库，这根本就是某种程度的选举的经费，或者是他个人的宣传费用。所以这已经不是第1天、第2天、第3天。洪胜汉委员，我相信他也很苦恼啦，因为这不是他上任后才发生的事，他上任前就知道。他以前坐在旁边这个位置的时候，他一定很清楚，他一定很敢批评。只是他现在换了位置，换了脑袋，他不能在那边说。所以我建议是这一次就痛定思痛，既然检调要查，就好好查。既然洪胜汉，你有可能说你不恋战这个官位，就勇敢的做出一点事情。人家俗话说得好，上台靠机会，下台靠智慧。我觉得好好把这件事情解决，才能够凸显他过去当劳动战神的这个智慧。原来洪胜汉有劳动战神的称号啊！我这还是不知道，我以为他不是在弄环保嘛。环保对啊。洪胜汉呢，真的不要忘记，他是为了什么而上台的？因为就业安定基金，他是因为那时候劳动部对劳动发展署北部的时候，因为一位霸凌一位公务员，公务员之死，然后呢扯出来就是当时的劳动部长许明春。滥用就业安定基金去开演唱会，做这个做那个，许明春因此而下台，洪胜汉才上位的。是，洪胜汉上位的时候，承诺了多少对于就业安定基金要做的什么样的透明，一样都没做到。今天在面对这个罗景仁这个案子的时候呢，他竟然还好意思说：“哦，这不是在我任内发生的，这我不是在我前任的时候发生的。”
如果不是因为你前任出包，今天有你坐这个位置吗？对，怎么可以用这么不负责任态度去面对呢？而且今天这个案子，这个罗景任导演他去接了这个案子，他说现在已经交给检调去调查，已经检调在调查了。问题是谁？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出在罗导演吗？问题是出在你们当初跟他签的这个合约，你们签的这个，他那边胡扯八道讲一大堆什么，开口合约就怎么样，他不是算是视而之，开口也好，闭口也好，你们当初承诺的就是多少钱的这个预算，然后他要拍多少支，他结果只拍了1支，却可以拿出来多少这样的钱。你的合约上面一定有写嘛？你如果没有完成这个履约的条件的话，不是这个罗导演的责任，就是你们劳动部去跟他签的官员的责任呢。所以这怎么会是检调调查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呢？这个问题就是你洪申翰的责任。今天还有理由在那边一推265，然后讲的好像都没我的事，都没我的事。这就是民进党政务官的态度，我觉得非常的糟糕。然后呢，一点责任政治的这种承担都没有。像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郭志辉，我觉得他真是刷新这个中华民国经济部长的这个记录哈，我觉得简直是变成是一个大笑话哈。然后现在呢，大家在那边讨论说，这个内阁改组啊。然后换一个什么经济部长啊，换一个什么人？我觉得这个换了这个，只要赖清德的脑袋不变，只要这个他们的这个心态不变，我们现在的经济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从我们之前的时候讨论到说，今天美国他们这样子狮子大开口，他是要美国政府入股台积电Intel 好歹是美国公司吧？你美国自己要去入股我自己的这个公司，然后要把它发展成这个川普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你家的事你今天呢是要入股这个中华民国台积电可是我们这个经济部长这完全都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种情形之下，这个是你除非换一个有硬骨头的，能够跟这个美国说不的这个经济部长，我看这个国家才有救。不过，因为我们国家的总统是赖清德，他对于美国本来就没有硬骨头，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经济未来是没救了。我可以替川普出一个主意了，他觊觎台积电其实也可以，因为台积电不少外国股东，台积电的那个独董都有就老美嘛，是啊，你叫那些人把股票让给你就好了嘛。你强制那些卖给你啊？对，他很多基金啊，什么那些美国很多投资公司啊，川普说你们是美国人对不对？来，把你们钱都给我把你们的股给我，我给你们钱就可以啊。这我们管不了他，他是跟他之间的这个他的美国基金、美国股东之间的事情啊。那另外，他这个刚刚那个劳动部长黄胜焕，我不太懂他说35事那个什么招式那个事公示的事他说不是几部片子，对，所以35部是35事。那立文他说你一事是多少钱呢？他说一事是19万，就算20万好了，35事也不够700万了。就是啊，他还是没有达成合约啊。这钱他是这怎么回事呢？所以你那个事到底什么鬼？哪有合约定个事呢？我也不懂啊，哪有定这东西？你干脆定几个公斤算了，好不好？就要再回来，真的就。好，民进党现在要徐国勇接党秘书长，因为李永昌为了这个他是为了大罢免，我也不懂李永昌为什么大罢？因为民进党既然说大罢免是民间团体负责的，我们只是敲边鼓在旁边，民进党是民间团体的侧翼，怎么知道那干嘛李永昌要下台呢？因为李永昌当初说他不赞同大罢免，他第一时间讲的。那反正不管他下台了，然后呢，本来是何伯文来带嘛那现在呢，终于徐国勇是真的党秘书长本来是说8月3号才要宣布，但昨天消息就出来了那这个消息一出来以后呢，这赖清德干脆就宣布了说他是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选本来就是他那因为说徐国勇是英系嘛，所以别人就认为说，是不是等于是
原来都传出来赖清德好像排挤英系啊等等，说这是不是就是现在跟英系和解了哈？那卓仁泰也被问说徐国勇是不是好人选，他也点头说好，他怎么讲不好呢哈？那另外呢，徐国勇说呢，这个赖清德亲自邀请他，所以呢，薯条三兄弟再合体哦，台湾会更好。那赖清德、卓荣泰、徐国勇，这叫薯条三兄弟，为什么哈？因为陈菊当时说他们3位。对，因为他们说他们3个专属不同派系，但是合作的很好，所以就称他们是薯条三兄弟。就薯条三兄弟也是让2018大败然后下台的3人，还是要补充一下。那个黄国昌今天有问了，说他当时为什么内政部长下台呢？因为他是跟苏贞昌不合啊，因为苏贞昌要派警政人士不理他。王宏卫说这是民进党部长派系分赃的结果了，因为徐国勇是斗鸡型秘书长，徐国勇原来是律师嘛，后来这个当内政部长当在这个节目主持人，他是这个蛮要律师个性可能口才啊也不错，然后去辩论啊什么的哈，就看起来蛮好战的哈。那所以黄国昌说内政部长当时怎么下台？哦，说他这么好，那为什么当时内政部长不让继续干啊？那另外呢，民进党团说受到相当大的鼓舞哦。吴思瑶说呢，这个府院党沟通，他可以扮更重要的角色，因为徐国勇是拥北哦，在党内具有资深的地位哦，中央跟地方经验都有，也做过民代，也做过政务官，所以历练还蛮完整的哦。那另外呢，民进党也说林俊宪就是赞哦，因为表示赖清德用人不考虑派系哦，所以表示徐国勇的确是英系，所以呢是不考虑派系啊，不是赖系也用啊。那说呢，这是赖清德向非赖系释兵权啊，但是也有人认为说，现在联合报的短评就不是这样讲，说看起来是释放兵权，背后呢以掌控徐国勇就可以呢控制英系，这是一个免礼针，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了啊。那另外呢，这个说莱尔校长啊邀徐国勇上车，苏巧会不会发抖？苏巧会不会啊？当时因为徐国勇跟苏贞昌处不好嘛，哦，所以将来苏巧会想选新北市长。那这个徐国勇会不会因此呢扯后腿哦，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招哦？现在不知道哦。但是徐国勇说呢，将来党内的初选一定是会公平的，所以苏巧慧不会因此就惨了啊。让我们看一下，担任哪一个职务对我来讲，我个人认为都不是很重要，最主要是我能够做什么。总统也就党主席有他整体的考虑，那他征召我来当党的秘书长。那我也责无旁贷。作为一个党员，就像一个战士，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其实，英系也是后来突然间来变成说，好像我是英系。那我可以跟大家报告，其实我从参加民进党这么久以来，我会从事政治，很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卓荣泰的关系。南俊到底怎样？我想这一次当然这个徐国勇前部长来回国来担任民进党的秘书长，我想在这一次也是一个重责大任了哈。当然在过去这段期间，其实林右昌秘书长在整个民进党过去这几年来，在这个党务的运作上面也非常的辛苦。那我们看到说现在当然我们执政面临很多的困境，不管是在国会里面，当然现在很多的法案跟预算都在国会里面一波三折。那现在当然是面临到说，在整个这个选举情势，包含726，甚至接下来823的整个局势之后，会不会有所转变？其实也整个民进党也需要重整脚步啦。那我认为徐国勇部长重回这个党务系统来担任秘书长，因为其实我自己跟徐部长在互动上面徐秘书长互动上面，大概就是在政论节目上面啊，然后以及过去他担任内政部长期间有一些互动。那我觉得徐秘书长的个性就是说，我觉得非常的明快，然后很果决。那再加上徐国勇本身是律师出身啦，那所以呢，我认为不管是在接下来在政治攻防上面，以徐秘书长他过去法律的背景之外，在很多的派系沟通上面，不管是在党内的这些调和顶赖上面，我认为徐秘书长在接下来统整整个党内所有的各个不同系统的这些脚步上面，他在人和上面，我想都一定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那接下来就是也要展现出在
下一步2026年的选举以及整个执政团队民进党面对外界各种的质疑，我们能不能及时很快速的来去回应？我认为许秘书长在接下来的这个定调上面跟步调上面，我觉得可以带来更多一个全新的气象。梅子。我个人觉得这个民进党的脚步调整得非常的快哦，以他们自己党内来说，把徐国勇再一次把他找出来，我觉得这是一步好棋啊。说实在的，以他过去的经历来说，我们必须要说，但是他毕竟是在民进党内部里面。当徐国勇是不是那么样，一定是所谓的英系呢？那也不见得，因为小英找了这个苏贞来阻隔，就结果呢，如果说那这样子也把苏贞昌的整个系统哦，他们这样一个整个的系统也算是苏系也把他说目前是跟英系友好。那你友好的话，怎么可能会爆出当初这个苏巧慧？大家又认为徐国勇一去只是因为跟苏贞昌这个处的不是太好，然后因为他徐国勇自己下来的这个结果里面，然后认为苏巧慧可能未来会有一些的麻烦。我倒不这么认为，这个只是一个赖清德必须在726甚至823即将到来，他必须要释放出他的权利。因为过去来说，你看看，包括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在对美谈判来说的话，包括潘孟安等等，你看那一撮人，从他看棒球，他必须要找一堆所有的核心人物来谈，都有他们新潮流的这个核心，而且不脱5、6个。那他今天必须要把他这个权利把它外放出去。那英系目前来说看起来算是比较可以的，包括陈其迈，他未来也是属于英系的第1号大将。那如果遇到这个状况，这个徐国勇以跟小英的这样部分，然后跟这个以后未来要这个所谓的党内的一个提名部分，赖清德他现在真的是必须要把他这样的一个权利把它外放。所以说呢，从政府会开始已经有林右昌，我想他已经把他给收编了。那这个英系的部分里面再跟他来和好，然后呢再加上其他的夯不啷当，我想或许新潮流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诅咒，但是外国的部分都能够释放权利给大家分一杯羹的话，那对于赖清德未来在党内里面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有他巩固的位置存在。但是我还是强调，这是民进党内部，他们都还是有过去的人，这个资历专业都还是不错，但是遇到内阁，这是完全两码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内阁当中，如果他们还是以正系性来凌驾所谓的专业性的话，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未来的前途，我觉得还是看绿，对不对？你未来经济部、你的内政部这些，如果都是用这么政治性或者是完全无知的行的话，那我告诉你，这个台湾来说的话，我们这一排坐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我们不是说你让我们有比较好的质询，我们比较有战斗力，我们还是希望台湾能够在一个稳定的状况之下，让我们内阁的专业能够高于一切的话，我觉得这才是对台湾社会比较好的一部分啊。继续再回来。时间真的很快啊，4年一选，4年一选，4年一选哦，很快时间就到了哦。再加上如果罢免的话，那就更快啊，那变成1年一选。对，今年选上，明年罢免，然后后年当选，大后年如果再被罢，今年已经2025了，2026，明天就要选，到时候要选了地方县市长，因为台湾现在基本上是2次了啊，就是说这个立委跟总统1次。然后县市员、直辖市长那是另外县市长1次，就是等于是分成2次选举了哈。那2026哦，就是变成22的时候才县市长才选嘛，现在2026要选县市长了哈。那有很多县市是任满了，有的地方是任满了啊，比如说新北侯友宜8年任满了，再到2026，那现在到底谁来选？哦，那原来大家只考虑到国民党里面，那些黄国昌说也要选了，所以这个又等于是有另外一个新的变数出来，但是国民党到底要怎样啊？那主要是因为这个年代做了一个民调了哈，所以呢，李次川看起来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李次川就问他说我不排斥承担，其实他不是第一次讲，其实他之前就跟我讲过哦，因为以前呢，因为以前我们做了一个，大概就是去年吧，做了一个民调，李次川最高，我问他说你民调最高你要怎样呢？他就说我现在是台北市长啊，那有这么多议员，我现在不能表态。我表态的话，那人家说你台北市长副市长，你为表什么态呢？所以我不表态。他就有意的去像黄孟凯、刘和然他们去跑嘛。那如果到了到时候关键时刻，那如果他们民调赢我，但他们就去好了，也不一定非我不可。我觉得态度还不错了，不一定要我嘛。
哦，但是如果说到时候一定要我，那我也不排斥。所以他今天表示也是我不排斥，但是不表示我一定要我。哦，他的态度大概是这样。好，那另外呢，这个监纶会要李四川适度要表态，而且呢，在党内初选的时候呢，就应该请辞来参选。哦，那李四川到底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决定了哈。那原来外面有传说侯友宜并不欢迎李四川选新北市长，他喜欢刘和然啊。那但是这个记者就问他，那侯友宜说他非常欢迎，就表示侯友宜也没有排斥了啊，而且他们还秀了一张相片，说其实你看这两个人哦也蛮亲切的哦，而且他们两个其实当时都是新北的副市长哦，所以其实也是同事过了哈。那现在就是那现在一个是民进党在新北市是强的，苏贞昌也当过台北县长啊，尤清也当过台北县长啊。那另外就是民众党也要挑战。黄国昌讲了很久了。那黄国昌说，只要公正、公平、公开，推一个最强的人士共同期待。所以我觉得黄国昌态度也蛮好的，哦，这态度也很好哈。那都该怎么样？我在想，可能是国民党先挑一个人啦，哦，自己先选一个，然后再跟黄国昌拼一下嘛。哦，这可能是比较好的方式了哈。那洪孟凯说，哦，支持民调最高的出马哦。好，那年代做这个民调啊，我们看啊，年代这个民调，他先用刘和然跟这个民进党，如果是林右昌出来，因为林右昌也有基隆市长做完一说他也想选新北市长，那刘和然是输林右昌的，是31-4比上23.2，但是呢也有将近1半人还没回答啊。那另外呢，如果说是苏巧慧跟刘和然呢，苏巧慧是35.4比林右昌高，然后呢，这个刘和然是24，跟23.2差不多，跟刘和昌比差不多。就刘和然大概就是这个票数哦，这个民调哦，然后呢，苏巧慧是赢的哦，赢的比较多了哈。那如果是黄国昌跟苏巧慧呢，苏巧慧还是赢黄国昌，不过赢的少了，赢的不到6%哦，5%多哦。那如果是林右昌跟黄国昌呢，那林右昌赢黄国昌也差不多6%多哦。那如果是李四川跟苏巧慧，李四川赢，但是37.7比29.2，赢了大概8.5%啊。那如果林右昌跟李四川比呢，这个李四川也是赢了他将近9%啊。所以现在看起来37.510%多哈。那所以看起来这个李四川目前看起来是比较高的了哈。但是呢，这个苏巧慧也讲了，苏巧慧说不错啊，我现在跟李四川的民调已经拉到个位数之内了，哦，所以表示蛮接近的，其实蛮接近的，哦，如果是这样比起来呢，当然是在误差范围之外了啊，就是，但是呢，其实是，就是说，如果李四川真的要下去选，这个民调要把这个拉得更多才可以。哦，因为一旦选下去哦，就杀来杀去哦。如果你民调赢的不够多哈，这个还是有风险的。然后，但是他已经是国民党里面这个等于是目前的最赢的了哈。那但苏巧慧显然也是磨刀霍霍哦，这个战斗性蛮强的哈。那另外呢，地方人士有说了，说如果李四川真的要出来的话呢，他的制度会有机会再飙高。因为他现在一直没表态嘛，这没有表态，别人都表态了，你没表态，哦，那而且呢，地方估计是不会出现蓝白内战的，因为内战没什么意思，一样推这个最强的。黄国昌也讲了嘛，谁最强就谁嘛，而且不是民进党也不是只有新北，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啊，宜兰啊，巧慧也不那个晚会也不错啊，哦，晚会也不错，然后呢。还有这个旗凯啊，在彰化等等啊，嘉义，在嘉义哈，还有新竹啊，哈，其实很多地方，其实这个民众党也有别的人了，不是说只有黄国昌嘛，哈，就看啊。那游淑慧是跟蒋万安喊话了，说应该要放他起飞，要跑了，哦，因为他现在当个副市长，一定是会很多地方有限制嘛，那么2个议员就在这个地方啊，对不对？来亮君怎么看？我认为当然现在这个到底
国民党跟民众党接下来有没有机会蓝白合？那当然，我想，黄国昌在思考的或许也是，不管是在2026年，或许他更瞄准的是2028年的选举啦。但是到底在2026年这一场县市首长选举当中，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有没有办法成功合作？我觉得这是一个2028之前的这一个试金石啦。就是说，到底在地方首长上面，如果新北市没办法，那在其他的县市，无论是宜兰、嘉义或者是新竹，有可能国民党不推自己候选人，全力支持民众党的候选人，这是有可能的吗？因为包含蓝营内部自己恐怕还有很多的异因要去解决哦，所以到底有没有可能在现阶段将这个蓝白合顺利的到2026的这一场选举能够有一个新的契机，能够成功的来去合作，这恐怕就会关乎到接下来2028蓝白合。没有错，愿意为国家付出哦，好好出来参选，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但现在就要尤其小心，不要被民进党或者外界来针对蓝白合见缝插针。来进。其实现在对于蓝白合来讲，大家都觉得大势所趋啊。可是我最近就听到一个说法了哈，就是因为柯文哲呢，他应该在年底11月左右就会放出来了哈，所以呢，柯文哲可能会变成蓝白合未来的一个变数哈。因为这就是比较倾向于绿营阴谋论的说法。